助人，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，假想妄想，难抵挡梦想。思念一念执念，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现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，用这门击剑。越过他少不尽，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人间世界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将一等烈，浩然而至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神仙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所以根据你们现场的情况，判定为意外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证据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家里人最近有些闹腾。家里啊，我说的不是爸妈，是我老公。但是怎么补不好呢？但你是一个喜欢通风的人，正常情况啊，他不可能把门窗关得这么紧，特别他那个时候还在工作，他怎么可能闻不到人工煤气泄漏那种臭鸡蛋的味道？而且他还没有做任何的求救措施，为什么？据唐风口述和我们现场勘查发现，死者当时正在选艾草。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唐风，唐风，我是金春，是一名法医，也是丹宁的好朋友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丹宁需要时间，你同意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同意。这件事儿，它就是一个意外。张丹宁踏实的走，别再折腾他了。春儿，你不觉得这件事儿跟之前的直播爆炸很像吗？我也觉得唐风的反应确实是很奇怪，但是我更想不通的是现场的情况，太矛盾了。这样啊，唐风那边我去盯着，
你还是想着尸检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杜丹宁爸妈呢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爸妈在过来的路上，我会说服他们的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学长，不好意思，忘记回你电话了。没关系。哎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杜丹宁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你应该还不知道，韩佩之前留了一大堆的烂摊子。我最近一直在处理食品加工厂变卖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就找到了杜丹宁来代表我们集团来处理这些事情。但是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哎呀，这真是太让人惋惜了。OK，nice，nice，nice，OK，下到一吧。唐老师，好了。唐老师发什么呆呢？唐老师，来 ，OK，我们继续来。来，先拍正面啊，看着我，再微笑一点，对，再嘴巴张开一点，来 ，OK。哎，你们那个同事杜丹宁，就是这一个星期以来都没有上班是吧？啊，是我们很奇怪，他这么久没来。哎，你们杜律师是什么时候结案的呀？差不多上周结案。那个时候挺好的呀，看他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，我们都以为还有接到什么大案子，还挺开心的。是是是，然后办的案子还挺多。结了案以后，他这个心情怎么样？是很好还是不好？不是特别好。当时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奶油棒？是。哦，行，好。您看一下这个报道。我觉得丹宁的死不是一场意外。我想得到你们的允许，对他进行尸检。我杀孩子。记者，你跟丹妮是发小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把他整理好。我闺女到底是怎么没的？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春儿，你一定要帮帮丹宁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交给我了。
要不咱们今天就别勉强了吧？没事。对不起，丹尼。开始吧。春儿，还好吗？怎么样了？唐风不像人演的，他最近很悲伤。你这边呢？丹宁确实是死于人工煤气中毒，但在那之前，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。他平时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他的同事说，有时候他午休的时候都得吃2片，所以他的死因不是意外，而是自杀。我再去查查他自杀的动机，等我消息。俯视城市的灰，落下绝望的泪，在呼救的是谁？把宁静都打碎。知道起火的原因，知道隐藏的秘密，和你并肩穿过乌云，醒着。杜丹宁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他在34岁这一年死于人工煤气中毒，他是自杀。如果我能更细心一点，在那几次见面里，能多问哪怕一句，能再关心他一点，能再多察觉一点，哪怕一点，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？他就那样冰冷地躺在我面前，我和他的过往一帧一帧地在我面前掠过。我只想要还他一个公道，只要能查出他生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他一定能理解的。如果那天我能多问几句，说不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曾院长，最后的时限已经到了，下个月拨款缩减，你赶紧把超编的孩子转移到其他福利院吧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再想办法。不是我们不给你时间，是实在没法再宽限了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多没有人情味儿啊！那孩子不是花花草草，你想搬走一盘，他就可以搬走一盘。这些孩子，自从失去父母，就一直由我带着。我对他们来说，那就是亲妈妈。你现在把他们转走，不等于第2次又失去亲人了吗？
这不做也太残忍了点吧？曾院长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如果人人都到我们这儿要求宽限，那规章制度到最后不就成了一张废纸？那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孩子们吗？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既然你已经努力过了，也算对得起孩子了。这个月如果资金不到位，月底转移，不然我们下个月也会执行的。我再想办法。谢谢啊。哎呀，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。孙院长，你也太客气了，来就来吧，拿什么礼品啊？来来来，喝点咖啡啊。好。这不是静春，哎，上次这孩子也是不懂事儿，临时就不来了，我替他来给您赔礼道歉。嗨，这都多久的事儿啊，都过去了。其实啊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我们家旗下呢也有医院，这医院里的医生啊，每天忙成什么样，我心里有数着呢。何况你们家静春在警队里当法医，那更不容易啊，偶尔抽不出空啊。不是不能理解，难得你这么体谅他。哎，我就不绕弯子了啊，我直说。你说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儿。之前您和江董不是资助过我们福利院吗？我们的情况你们最了解，地方小，孩子多，因为资金问题，需要我转走一些孩子。这些孩子啊，从来我们这那天起就是我带着，个个都有感情。你说我舍得转走谁呀？最近就为这资金的事儿。我是到处求人，到现在也没落实，急得不行。这不就又来麻烦您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个事儿啊。是这样啊，曾院长，现在我们家基金都由江河来管理了。虽说他是个孩子，但这么大的事儿。我也得跟他商量一下，要不这样吧，等完了我再联系你。啊，也行啊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谢谢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喂，学长。哎，小春，你是不是快下班了？怎么了？是这样啊，我呢最近跟这个西山湖福利院有一些合作，正好他们的张院长在我这儿，刚才说起有一个叫石浩宇的孩子，说之前是你一直在联系他们，是从你们东桥儿童福利院转过来的。张院呢想同步一下这孩子的情况，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过来一趟啊？我派车过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。那也行，我们在这儿等你，啊。行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好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哎。
曾院长。啊，江河。阿姨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坐会儿吧。啊，不用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听我妈说，咱们福利院资金好像有点紧张，是吗？是。院里的资金问题一直都没得到解决，为此我还找过你妈妈。我听我妈说了之后，跟家里面人商量了一下，我们是可以出资的。你们都决定了？谢谢啊，这样我的孩子就能留下了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我还听说，小春最近挺忙的，而且做的也不开心。法医这个工作，到底还是不是特别适合女孩子啊？他当初呢学医，结果半途自己就给改了，改成法医。我对这工作一直也不满意。既然他做的也不开心，你也想让他换工作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我们集团医院里有个位置，挺适合小春的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都可以来。小何呀，你说你这样让阿姨怎么谢你才好呢？小事儿，应该的。走走走，去我办公室喝杯茶。走。张院长，真是特别感谢你，看到郝宇在你们这儿成长这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才应该感谢韩总对我们的资金支持。您可千万别客气，西山湖福利院本来就非常符合我们资助的标准，正好也能帮上小春，就算是无心插柳吧。那两位留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。后面如果我来看郝宇的话，就直接跟您联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再见。你下面有什么安排吗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学长，我有点累，想先回去休息休息。也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拜拜。喂，你好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两件事情，一件呢是曾院长那边资金的问题，我已经替他解决了。那太好了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听说你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心，院长呢他也想让你换工作。我提到我们公司有一个挺适合你的位置，我希望你能来，院长也很高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换工作。你都没有听我给你开什么条件，也许是你无法拒绝的条件呢。不管什么条件，我都不想换工作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小春，你也懂的，我要的不是你心领吧？我希望你能接受，这样的话，两件事情就都好办了。师傅，去东桥福利院。来，同学们，哎呦，胡生来啦！哎，我刚刚看小春刚上楼，你们俩没起来？小春来了。对呀，刚上楼。啊，行，那我去看一看。行，行。玩吧你们。叔叔嗯。哎，春你来啦？小春。听说江河
帮你解决了院里的资金问题啊。嗯，他跟你说了？你除了答应他接受他的资助以外，你还答应什么了？没答应什么。江河说，你法医的工作很辛苦，人家医院现在正好有个机会，你要想去，随时都可以去。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，当然要谢谢人家了。谢谢人家？你替我谢谢他吗？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经我允许就把小雨转走了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我选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你凭什么管我呀？这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？你能管我，我就能管你。况且我是你妈。现在是我妈了，从小到大，除了院里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管过我？这话说的，你人生哪个重要的时刻我缺席过？就说高考吧，我到处去打听，什么职业好，什么职业将来好就业，医学院我都跑了多少趟去了解情况。我建议你学的医，没错吧？没错，你不提我都忘了。对，高考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妈还爱我，我妈很关心我，我特别开心。可是没想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别的孩子在填志愿，突然想起来，哦，我也有一女儿，我女儿今年也要高考，我是不是得关心关心她？整个过程中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到底喜欢什么，我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想做什么样的职业。你满脑子考虑的是我怎么方便你，就算是让我学医，也是希望我以后回来能方便给孩子看病。对，我承认你说的没错，我给你选了一个好职业，又能方便院里的孩子，一举两得，这不好吗？你呢？啊，好不容易去学医了，半截儿自己把志愿改了，改学法医。还好人家江河现在给了个机会，我当然接受了。机会？那是机会吗？怎么不是啊？你知不知道刚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功？在你看来，他是给院里献爱心，其实在他眼里，这只不过是一笔交易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他把钱给你，你把女儿给他，你这是在卖女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卖女儿！院长，去看看去。春儿，春儿。喂，曾院长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的资金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位。我不需要你们的资金了，我自己会解决。曾院长，你要考虑清楚，只要我们成为一家人，这笔钱还是可以得到。我不会卖女儿。金川，金川，不要管我！不是你听我说，金川。我跟你说了，不要管我，不要跟着我，让我冷静一会儿，行吗？
夫妇脸。我没事儿。童生，谢谢你。您好，我叫韩军，我是静春的朋友，同时我又是一名公益律师。之前听静春聊起过，说您这边正在筹划资金。我们呢与国内外很多的这些个公益机构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，我想我应该可以帮到您。啊，哦，对了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之前联系过的一些公益机构，您看看，他们都很有意向。后续他们可能会派人来到您这边来核查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资金很快就可以下发了。你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没有条件。您看，我是静春的朋友，我又是他的学长，而且能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这些资金你可以完全放心，全部出自这些公益机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有我这个算是中间人吧，可能各方面的手续流程会办理得快一些。那我先替孩子们谢谢你。哎呀，您可千万别客气。
这是我的荣幸。查出来了。坐。查到了3件事儿。是这样啊，据杜丹宁的同事说，他最近在忙一个案子，是在给韩氏集团旗下的笃静食品加工厂做辩护。你先看看。这个案子也没那么复杂。之前工厂是做奶酪棒的，有个孩子吃完了以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，虽然及时送医了，但是最后还是造成了终身损伤。孩子家长把加工厂给告了。第2件事啊，你还记得魏康吗216案。没错，魏康的妻子孙宁说，他是要给自己的病人做证人的时候，才被韩佩杀害的，说的就是这件事儿。这件事过后，孩子家长也没有放弃，找到了新的律师团队，提起了诉讼。而韩氏集团这边找到的辩护律师就是杜丹宁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由于工厂已经不生产奶酪棒了，而且在市面上也找不到，就说明双方都没有证据。但是就在向检察院提交证据的前2天，杜丹宁找到了一份非常关键的检测报告，而且他还不惜花重金把它买了下来。这份报告就证明了当时那批奶酪棒完全没有问题。你看看。如果那批奶酪棒没有问题的话，那韩佩为什么要杀魏康？这就是我想说的第3点。杜丹宁把这份报告递交给了检察院，经过复核，它是假的。据检察院的人说，伪造的并不高明，就是有人骗律师，花客户的钱去买的。按照正常流程，拿到这么重要的一份报告，应该仔细复核一下。但是杜丹宁太急功近利了。所以，他知道自己犯了低级的错误，一旦要是上天的话，必输无疑，他的职业生涯也完了。他之前一直跟我说，如果这一次案子打赢了，他就能升成高户了。他跟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不对劲，但是我没有多问他。如果我当时能劝他，他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了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多问他一句的话，可能我就能阻止他。沈队，唐风来了，说要见春姐。他找春干嘛呀？也没说别的，只说要见春姐。把他要大会议室吧。好。我去了。哎，我陪你去吧。我想自己去。春儿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都在。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，他是法学系最耀眼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能做到最好。当时所有的人都说，
只要有杜丹宁参加的比赛考试，所有人都只有争第2名的份儿了。后来我们毕业工作，他还是那么要强，但毕竟工作跟学习不一样，不是你足够努力就能得到一切的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来越忙，越来越累，可是最后，他还是被派回了北巡。他虽然嘴上说着来北巡是他晋升合伙人的最好机会，但是其实调离本部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。他的情绪状态都在崩溃的边缘，他太想证明自己了。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些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的处境有这么难。他不会告诉你的。那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让我回家的时候小心点儿。我当时就觉得不对，可是我赶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我看着他把自己关在那么封闭的家里，其实你说的那些什么疑点我都知道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呢？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要购买使用质量合格的电器、电线、插座等，不得超负荷用电。家用电器使用完毕要拔下插头或关闭电源，插座宜采用专用阻燃插座。大功率电器不可使用同一插线板，要经常检查电器线路和家用电器，防止老化短路、漏电，及时发现更换维修。不得使用其他金属导线代替保险丝，更不要乱拉电线。快乐，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。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机。